神秘人先用小刀割开女人头皮，看见颅骨后，再用电钻在颅骨上钻出一个洞，紧接着再使用针管将芯片注入女人头脑深处，女人当即晕了过去。等再次睁眼时，她被告知获得了一份年薪666万的工作，但前提是说出任意5位亲人的名字，这不是白给吗？可就在她要回答时，却突然发现自己根本答不上来。更离奇的是，她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。没办法，她交了白卷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这时一个男人突然走了进来，还恭喜她面试满分。但女人根本不信，自己肯定进入了电诈集团，于是拿起桌上的音箱就朝男人砸去，还大喊着现在就放自己出去。而男人也不生气，答应了她的要求，更是亲自将她带到了出口，示意女人可以自己离开。女人将信将疑，在确认了出口后面没有人后，她直接走了进去。可下一秒，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公司内的走廊。她不理解，可反复尝试几次后，她发现自己还在公司。她不解地问男人自己怎么出不去，而男人扎克似乎对此早有预料，将她带到了主管面前。主管拿出了一张光盘，打开竟然是女人自己录的视频。My name is Helly R. I'm making this video roughly 2 hours before it will be shown. 原来女人卡莎之前进行的手术是人格分离术，这种芯片能让人分成工作人格和生活人格，上班时为工作人格，下班就是生活人格，两个人格彼此毫无关联。工作人格的卡莎无奈只能接受了工作安排，可她发现这里的工作竟是玩一种类似于扫雷的游戏，非常无聊。这时贾笑哥来到了他们部门，他是来给卡莎接风洗尘的，他要大家坐成一圈，互相做自我介绍。卡莎为了不扫大家的心，也强忍别扭参加，可他没想到同事们却玩得很开心。卡莎觉得他们实在太奇怪了，这有什么好开心的？轮到他时，可他根本没有记忆，还是贾笑哥将他的资料念了出来。最后贾笑哥要众人合照留念，卡莎实在忍不了了，他觉得这个公司和这群人都不正常，于是他中断了拍照，然后走到桌前写了一张辞职便签，准备带走，这样外面的自己看见了也会离职。他迫不及待地冲向电梯，扎克赶紧追了过去，但是来不及了，卡莎已经进入了电梯，可他没想到里面有文字探测器，一瞬间整个楼层进入警戒状态，电梯门也被卡住。这时安保大哥走了出来，卡莎被吓了一跳，他要以泄密罪带走卡莎关小黑屋。扎克见此连忙上前说卡莎是自己的人，今天第一天没有习惯环境，自己愿意代替卡莎受罚。于是扎克被安保哥关了2个小时禁闭，但下班后扎克的生活人格并不知道他被处罚，反而高兴地去和朋友们喝酒，一直喝到深夜。突然他发现一个落魄男人正在窗外注视着自己，可一转头又什么都不见了，心里非常疑惑。没想到第2天晚上，落魄男人主动找到了他，他说自己是扎克在公司里最好的同事，通过某种技术得知了公司的秘密，现在正在被公司追杀。他递给扎克一张卡片，并告诫他 Nothing down there is what they say. If something happens to me, the things I know, you just stay numb. 随后他就匆匆离去。